来看一下中美对抗国际的议题。在慕尼黑车展，德国，德国当然是汽车工业最重镇的地方了哦。就在这场车展里头，最新发现，德国车展里头在慕尼黑登场，结果参展的厂商有41%哦，是来自亚洲，而其中中国的厂商攀升了1倍之多哦，包括了比亚迪啦、小鹏汽车啦，还有一些电池啦，这个宁德时代都到场。那么被说哦，中国的速度是抢了慕尼黑车展的风头吗？那么其中德国制造是汽车行业尖端技术跟设计的标志。当年当然，尤其是传统的这个不是油电车了，石油车哦，当然就是最关键，而且大家都很信任它是所谓的名牌嘛，因为都要看德国制造。但现在呢，汽车制造商在生产更多电动汽车的全球竞赛里面，电动车这一块反而落后了哦，所以让它在中国速度这个词来形容的时候，就要有一些必须要重新赶上脚步的这样的时程，大家在关注当中嘛。而美国之所以要对于晶片加以制裁，希望中国不要那么快跟上这些脚步哦，就是因为怕它技术太快的进步，所以呢，华为在手机市场独自领先之后才会打压啦。那大家都看这个最新出来的华为手机到底有没有像他们宣传的这么厉害，这么多人预购？有一段影片是有个实测的结果，来看看画面。来，我们打一个看能不能接通。你说一句遥遥领先。正当我以为卫星电话用不了的时候，遥遥领先。没有信号的大海中也能接打电话，这太科幻了吧！听起来很宣传哦，还有那个像 key 板一样的蓝天，哇，卫星电话真的这么厉害吗？大家消费者拿到手上就知道它有没有市场竞争力咯。但是这个 Mate 60 Pro 的亮相，的确也代表它可以自制晶片，可以突破美国的高墙嘛。所以网友当然在大陆的网友的部分，哇，这个非常的情绪高涨，各种梗图都出来啦。孟晚舟突破重围，从鲨鱼的嘴巴里面出来啦。孟晚舟跟直升机跟安康对不起，这不是鲨鱼，原来是安康鱼啊！加拿大的国旗全部摆在一起当梗图，但是美国呢，仍然要想办法去打压或控制华为吗？其中新机发售了之后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就说了，从采用晶片跟其他零件看起来，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国产化哦。但是如果要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话，意图就是所谓的卡脖子这个问题还是在的。但是最先进的技术呢，跟实际上面现在跟其他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大陆专家直接说，大概有3到5年之间的差距是5G 的晶片哦。那么这个差了2到2.5节点的差距，也代表着跟西方先进制程或台积电之间的差距。那么之后有没有办法超速呢？就是观察指标。那至于路透社说，中国还要再砸1.3兆，它成立一个新基金干嘛呢？要力拼半导体设备的产业，所以美国方面很紧张，很担心，继续还得要制裁跟围堵它呀。而路透社也是说，华为在制造先进芯片方面的突破，凸显了反击美国制裁的决心跟能耐，但是这个代价会很高昂哦，而且还可能促使美方更加紧限制。怎么限制呢？雷蒙多刚刚到中国去访问了，但是被说是新两手战略嘛。雷蒙多说还有呢，后面有很多对付中国的大棒。什么是大棒呢？那其中中国的制造海外在基建工程这个部分呢，在高铁有要通车的地方了吗？李强9月5号抵达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东协系列会议。因为拜登也没有去嘛，那李强也是代表习近平出席。他说，由中国跟印尼国企合作的亚万高铁已经预定要10月启用了。6号下午就今天下午4成吗？代表着这个未来合作可期跟印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拜登缺席的东协是说被放弃的吗？我们讨论了几天，但贺锦丽副总统在地缘紧张的时候前往东协峰会哦。外交人士说，雅加达对拜登的决定感到很失望，尤其是东协的会议日程跟拜登出席印度新德里的 G20 行程一致啊。然后观察人士也说，拜登只派贺锦丽去雅加达是错失跟东协最大经济体印尼加强外交的良机。缺席之后，环球时报说，根本是冲着中国而来的，真相很阴暗啊！要各个击破东协内部跟中国的关系吗？那么，但是拜登很有意思，他居然在一个媒体的这个传记作者的笔下写说，拜登其实抗中抗累了嘛？他很累吗？总统如果在年底之前退选，
他也不会惊讶，是帮他写传记的作者有这样的形容词呢？是跟民调数字是不是也紧密相关？因为根据 WSJ 的民调，73%呐。的选民是嫌拜登年纪太大了，不适合再选，甚至有57%也不满意他任内的表现。这个数字其实真的还蛮惊人的。所以委员怎么看最近在科技战里头，美中还有包括他自己美国内部的很多的问题？最近的科技产品分3代，第1代就是电脑，第2代是手机，第3代就是电动汽车。中国在第3代的电动汽车已经全面的通杀，已经到了可以攻城略地的地步。然后在第1代的这个电脑虽然没有自有品牌，可是全世界的代工最大的工厂基地也都在中国大陆。好，那现在就是手机，手机中国大陆的生产量还不能够说啊，这个在世界上啊占有最高的地位，但是有一定的地位是有的。可是因为华为的手机啊有威胁到苹果的高度可能性，所以美国就拿起各种理由说国家安全来打击华为，也真的把华为的当时的手机的业务给打下去了。不过现在王者归来，勾践复国了。不管说这个人家对他的评价怎么样，我觉得我很赞同央视的态度。央视的态度很谦虚，说距离最先进技术能有差距。这个态度是好的哈，表示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简单讲，就麒麟9000来讲的话，麒麟9000跟麒麟9000S 的差别哈，不只是说代工代工厂不一样，因为麒麟9000代工厂是台积电，然后是用5奈米的技术做代工的，然后麒麟9000S 是由中芯来代工的，可是它是用7奈米的技术来代工的啊，这个当然会略有差距，特别在散热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麒麟9000S 的散热的面积需要比较大一点，所以央视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对的，因为在下一代出来的华为手机，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善啊。但是使用者来讲，不会去在这方面呢觉得有所谓太大的差距，反而卫星电话啦、鸿蒙系统啦，这个操作更方便来讲的话，就会为这个手机呢打开新天地。那我就看雷蒙多，你不是最佳的华为推销员吗？你还要再做些什么对付中国的大棒？那我想中国应该也慢慢知道怎么去应付美国，怎么去承受美国的压力，还甚至于怎么样去反击啊。那华为这个反击是一个客气啊，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反击哈。我再讲一次，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公债都卖掉，好不好？那中国大陆砸了1.3兆成立基金，问题不在钱哦。以前大陆上也不是没有大基金的概念来投资，可是所用非人啊。那在这个晶圆厂的制造里面呢，真的造成很多的亏损。这一次用人比较重要，像以前蒋经国用对了一个张忠谋，台积电就起来了；用错了一个曹兴诚，联电都起不来了。这事实嘛，两个股价差那么多，发展方向也差那么多哈。这个用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他有没有很认真在这个行业，有没有很笃定？那现在最主要是半导体设备业哈，那这个也应该要着重到底投到谁身上去，因为半导体科技也好，相对的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哈，钱反的不一定。那李强到这个东协峰会哈，东盟峰会非常的好，因为本来东盟峰会中国的惯例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来参加的哈，结果比较没脸上被打了一个耳光的，就是印尼总统佐科威吧，他本来就是跟美国人讲好的啊，拜登你要到印度去跟G20，那好，我时间排得很接近，让你很方便，跑1趟就好，不用跑2趟，就弄好了以后，拜登不来了，等于讲好说，哎呀，我请赖教授什么时候请客吃饭，到那天他就说，我那天没空，你看我脸上满脸豆花，所以拜登是把跟印尼的关系搞砸了哦。尤其印尼的文化是非常重视这种礼仪、这种客的面子。他找了贺锦丽来，是不是能够弥补了？我认为是累了啦。我想是呢，贺锦丽也不是表现得很好的一个美国的政治人物。那民主党就推不到人啊，所以拜登只好老骥伏枥啊，志在连任，要不然怎么办啊？所以这么多人反对，以目前来看，他很可能会被川普给赶过去。川普民调数字真的还蛮高的哈。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慕尼黑的车展是世界5大车展之一，而且它是领头羊的车展啊。
我们都知道德国车长期以来主宰了这整个世界相当长的时间。现在它面临很大的挑战。没错。他的总理肖尔兹说：“我们不要被中国车吓倒，其实是被吓到了因为他马上宣布我要拿出1100亿欧元来补助我的汽车发展电动车。那因为这一次中国车来势汹汹增加了1倍，50几个车牌都进来了。那你也看到比亚迪，哇，人潮汹涌啊！几乎所有的这些专家全部往比亚迪的车展去集中去看这个现代的车跟未来车，它的反应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已经站稳脚步了，那接着就是攻城略地了因为它除了在国内以外，它已经以欧美为主，而且它在欧美的斩获越来越大，所以看起来德国车、欧洲车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美国也一样这些国民车它的市场一直在被取代，车子一用就10几20年了那你想，当一辆车买了中国车，那就是10几20年它的后面的保养就是一直跟着走了，而且一般来讲，车子一段时间可能会培养出忠诚度来，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华为的问题，我想不止在大海、在沙漠、在偏乡、在草原中都能够用这个卫星来做通讯，这个很有吸引力我觉得中国大陆，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说它是谦虚，说我们应该再接再厉。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大陆的企业精神。大陆的企业精神就是要做就做到最好。你看，那么高铁要做到最好，太空站要做到最好，那飞机要做到最好。那所以他们，我觉得大陆现在的企业家的精神跟我们台湾早期企业家精神一样。台湾早期企业家精神要做就做最好。我们连凉椅都要做到全世界最好的凉椅。我还记得以前有个凉椅大王就是说连做我都要做到最好。我觉得大陆现在也有这种态度。那有关于李强，我觉得确实，各位去查一下，去年2022年去出席东盟峰会的就是李克强总理。所以美联社要不就是造谣，要不就是犯错。他说：“哎呀，中国不重视这个东协，所以派这个李强那个习近平不去。对不起你没有搞对，美联社没搞对，还是故意没搞对？我觉得要搞清楚。但是贺锦丽算什么？没有权力的一个虚位元首。坦白说，他去东协，他基本上来讲会使美国在东协产生很不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被冷落嘛，可能也没有代表性。今天拍照有他吗？尴尬是丁哥，我觉得就是当然，华为这个晶片出来之后，它的手机出来，让很多人很震撼。实际上，我也不止一次讲过，如果台湾能够开放，我也很想买。为什么？因为那个卫星功能很吸引我。因为你有的时候，我常会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去，你就收不到讯号。那有在这种地方的话，甚至对一些 YouTuber 来讲，你在山上或在大海边你要做那种拍直播或干嘛，就很好用永不断讯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用可是台湾现在因为政治上的因素，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这个东西。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实事求是，它的晶片制程确实还赶不上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他特别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是以西方的速度来估计的。那中国的速度呢？因为本来美国的看法是认为说，我这样把你这些东西都切断之后，你至少5到10年之内你是不可能追上来。可是现在他已经追上7奈米，甚至有人说5奈米的这样的一个制程了。那这样子就已经超过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那接下来如果他投入更多的资源，那他能够进展到何时也很难说。实际上，就算以台积电现在最先进的3奈米制程来讲，台积电的良率只有55%左右。那所以现在苹果已经说这个不良率你自己要吸收，因为良率不够高嘛，所以这个成本会大增。那如果3奈米本身台积电也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不像台积电过去的良率这么高的时候，那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他到底是不是追得上？是不是有可能在短期内，也许良率没那么高，但他慢慢可以追得上？那当然，现在关键点就是他现在这个7奈米到底它的良率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要看它未来出货到底是不是能够很稳定、持续的出货。如果能这样的话，表示它在良率这一关也克服了，那个整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来看看另外军演在各地区域不平衡的情况之下，
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军演是在美国跟韩国联合的黄海演习哦，这个联合军演当然被说剑指中国啊，就在旁边的隔壁邻居啊。那么美国海军要派2艘突袭舰、美利坚号这些舰艇前往黄海参加联合军演，也是美军10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北方沿海被形容是最大规模的实力展现，是不是让北京跟平壤之间的关系又更紧张了呢？过去1994年曾经有过黄海对峙事件，美国的航空母舰锁定核潜舰这样的事件发生，当时引起很多紧张哦，不只是差点打起来，核潜舰在回航训练的期间当中碰到了对方的驱逐舰，双方相持不下，甚至还有做出预备攻击的这样子的警告讯息。那么最后大陆的核潜舰紧急下潜之后请求支援，然后中美各派战机升空对峙，然后才要求决定撤回母港，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如果接下来这个紧张气氛持续，当然对于区域平衡会是一个高风险啊。而尹锡悦怎么看呢？他现在在国内为了这个日本的核废水排放的问题，在野党抗议的非常激烈，但是他没有在怕是不是这样呢？他对于在野党在抗议当中呢，仍然照样出访东协跟居川体。那其中李在明当时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在野党的领袖，他说要无限期的绝食，不知道断点是什么时候。现在进入第7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他认为，如果到时候真的要停止排放，他才会停止绝食吗？那显然现在出席检察厅接受调查的时候，仍然是在绝食状态，因为他有个案子被控向北韩汇款这个事件。那么9月12号就要出席了。那检方表示呢，最晚要在本周内出席，7月7号到9号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尹锡悦也还在国外嘛？不过呢，尹锡悦是不是也跟中国的高层虽然只亲美，是不是跟中国的关系也在试图改善？其中呢，到印尼参加东协会议的时候，被说跟李强沟通上了嘛？日本媒体说的，岸田跟李强有了一段交谈，但这个交谈谈了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哦。是不是有针对这个福岛核电厂的核处理水做过交换意见呢？不知道。但大陆显然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而日本展开全民运动挺自家水产品，可是国内也有很多消费者跟渔民抗议啊，就好像我们台湾那时候被禁止的农产品，又变成国内的民众要来买单，有没有办法解决抗议的问题呢？那么包括了要提供自卫队员饮食啊，连锁餐饮店要改用日本水产品啊，这刚好跟其他的国家走反方向，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出口滞销的问题呢？那么尤其日本政府说要在金源水产业加码北海道的渔业业者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公司出口商品90%都销往中国的，以他们公司这么高比例出口量到中国的情况之下，现在被禁止了，要找到很快的同等的规模出口对象太难了所以呢，日本渔民跟地方人士很多人并不买单的，他们也准备提告，对于政府所做的这些措施认为是不适当的，也伤害了他们的权益。当然，美国驻日的大使好像在相挺说跟访日的议员一起试吃福岛的食品，但同时我们也讨论过，却让他们是美国进口的数字却越来越少，所以真的挺，假的挺，那也就是只有日本的渔民心中最清楚了我原来看到最新的军演到相关的核废水排放的问题，美韩要在黄海演习，要针对谁？针对北韩，北韩会在乎吗？是什么一点军力？因为北韩就是说，你美国威胁我，我就威胁日本，然后你南韩威胁我，我也威胁日本，打你另外一个小孩。是，那日本就变成一个被绑架的人质啊！的确，北韩的核武器已经一天比一天等级更升等上来，所以如果不要这个东西不控制好的话，日本搞不好挨第3颗核子弹那就很倒霉那美国你最好想一想还是对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北韩用这种方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有待考虑的啦接下来我就不懂那怎么会演习到你在领海里面去？1994年的这个美国是这么蛮横吗？还竟然演习到了中国的领海里面来，还产生对峙，这会不会太莫名其妙？不过当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1994年是30年前，
30年前解放军的实力也许可以让你压在地上打，但30年后今天的话，谁会把谁压在地上打都有待观察所以美国人要在黄海，就是中国的家门口要演出这一出戏我觉得有点难度尤其是黄海的深度甚至比台湾海峡还要浅。台湾海峡平均深度还有50公尺，黄海大概只有40公尺。这个地方，你美国的什么航空母舰，实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还是认为美国人好好的谈，也没有错啦。尹锡悦他用这个对外外交的声浪，参加东盟峰会，参加集团体来掩盖他内政的问题，来消除到他的竞争对手李在明绝食的影响，会有多大的效果，我们在观察。不过，同时把这个李在明弄起一些问题出来，所谓的汇款问题做调查，这的确是很像美国现在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互相丢司法案件一样的道理中日韩3方面要重启这个高峰会的谈判的机制，在目前的气氛如果你日本跟韩国是遇到了这个水产问题、排核污水问题，才要来找中国谈。那以前都摆出一副说我亲美亲到了要改姓的地步那你叫中国怎么可能配合你？会不会想太多了那李强也应该在东协这个峰会以及在集团里就义正辞严的、高声调的去提出建议、倡议，反对日本人把核污水排到这个太平洋里面去，因为它不是没有替代方法，它没有什么不是没有任何不得已的问题但是故意这么做，就要好好的在国际声浪上压倒他们其他的这个水产，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说要卖到别的地方去，要卖到台湾吗？是不是要卖到台湾？是这样说啦。我建议这个台北市政府有哪个日本料理的餐厅用他们日本的水产就在门口贴一个这一家店专用日本水产，看台湾的消费者要不要进去吃所以在野党执政的地方政府在这地方也要采取很强烈的立场才行。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美韩在黄海这些演习正要展开，有10年来被说是规模最大，对于区域的影响会是什么呢？赖教授怎么看？因为他们这次演习要选在仁川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有点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当初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这样的一个战役那他也在显示出说当初这个麦克阿瑟介入韩战，美军介入韩战的时候，那个反败为胜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点。那当然，他从反败为胜，到最后又从胜变败被这样子从鸭绿江边这样子被硬的这样推回这38度线而且用很优势的兵力跟这个装备被解放军这样子一连山坡的攻击被彭德怀推到38度线外。但是这样的一个军演有挑衅的意味，对朝鲜有，对大陆也不礼貌。我估计因为大陆经常在渤海跟黄海，尤其北部战区实施这个实弹的射击，不排除大陆也宣布在那段时间进行实弹射击，看美国要不要避开我觉得那个就是考验美国避开还是不避开。按照美国过去的惯例，他一定会避开，因为他这次派的就是2栖攻击舰2栖登陆舰，这是很挑衅的。那当然，这个也在有一个金正恩也对美国、韩国有个回应。目前传出来还没有证实，就金正恩跟普丁可能会在海参崴这个地方会面，那相当有可能会有一些交换合作，相当可能朝鲜会获得这个俄罗斯提供更先进的导弹技术，还有潜舰的技术。另外，可能俄国会提供给朝鲜这个军事卫星等级的这个定位系统，所以会让朝鲜的这个核弹头，不管是战术核弹头或是战略核弹头的精准度都大为提升。这个对于美国跟日本来说，刚刚郑元轩有谈到日本就是说美国欺负朝鲜，朝鲜就欺负日本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那相当有可能这个对日本来讲威慑就很大了，因为它对于
不管美国在韩国或者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都会构成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术核武是有相当大的杀伤力的啊。所以，但是换什么呢？换朝鲜给俄国他所需要的反装甲的这些导弹，还有目前传出来大批量的这个药物的榴弹炮，以及这个子弹，这个是朝鲜的专长，它有巨大的生产能力。那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会谈这么密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啊，俄国如果要，因为去年就发生要攻击这个乌克兰的话，最好就是把它的供暖的民生设施把它摧毁。那这个时候需要很多的这些传统的炮弹。我觉得如果俄国拥有的话，这个对于乌克兰要度过这个冬天就很困难。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准备明年开春的时候的另外一波的大仗。那这样的话，俄国它的弹药如果更加的充足，它的推进力就会更强。俄罗斯不死打乌克兰战争还没结束，还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武器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日本核废水的排放呢，对于中国直接全面的抵制，双方官方好像开始谈话，有没有解哦？光他们国内就搞不定了。我觉得岸田虽然很积极的想要去跟李强在东协这个想办法见面谈话，我认为就算见到面谈了，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你叫中国怎么让，拿什么东西让，所以这个没办法让的事情，因为你正在毒害全世界的人呢，这个东西要怎么让？所以除非日本自己停止排放核污水，否则的话，这个基本上几乎没得可谈。那你看日本人哦，你看日本人现在开始在国内推行的面对这种方法，其实跟民进党超级像，真的耶，就是卖不出去就叫国民自己吃啊，还有军方吃，对啊，就叫我们的军队吃啊，自卫队要吃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叫大家变成民粹啊，要仇视中国人啊，然后都是他们不买啊，所以我们自己要买自己吃，但是你吃得了多少嘛？因为你要知道，它销往中国大陆的这些水产品，大部分是高价品，不是低价，不是便宜的东西，便宜去也没有价值啊。那这些高价品，请问一下，日本人要怎么吃？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吃。而且日本人真的想吃吗？因为你以为日本人就不怕吗？你说我们台湾之前凤梨啊、释迦这些东西，虽然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大家还是硬吃，为什么？至少那个没有毒啊。但这个东西有毒的，你有毒，你还逼人国民一直吃，你觉得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件事情呢？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前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前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选举议题，老人家就柯文哲的妈妈很生气，还气哭了哦。这是因为呢，他们老家在新竹，妈妈最近因为脚受伤没办法出门，都待在家里头，却被曝老家盖了违建啊，屋顶上那个棚架如何盖了违建，他说他要晒衣服用的啦。那现在违建让他变成众矢之的，他生气啊，气到哭了。来听听看这段谈话。所以咱这已经去30几天了。对。啊，无想到讲这届选举就变成安尼。对啊，我嘛无想到啊，足够我气愤的呢。啊是阮囝咧选举，毋是我咧选举。啊，我是住伫遮，阮囝无住伫遮呢。因住伫台北，啊，我是咧披衫的呢。我都30几年了啊，我甲讲你，我即间70几年就去了啊，对无？啊，我79年才搬来，10几年都无人来甲我讲啊。啊，阮两个吼安分守己。厝顶啊，我就安尼会使甲维持，啊嘛唔敢拢总维。你若讲我无合法，你会知？屋顶有加盖晒衣服，这个标准行不行？科办发言人陈志涵说：“反正这是30年前就盖的晒衣墙。那
2018重新整理过，如果有违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拆就拆了啊。当然网络上一片酸啊，攻击柯妈妈啊，比方孟马春秋说，柯文哲关心一下妈妈，年纪那么大了，不要让她出来喂鲨鱼。哇，违建变成政治追杀，柯妈妈哭了，侧翼很多反酸，是不是反而会被反感啊？因为马上一样是屋顶加盖哦，今天凌晨开始，突然就有一些爆料消息是赖神啊，也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老家也有疑似违建，他就把图给传出来哦，就说屋顶也有遮蔽物，也加盖，没有多久哦，其实在网络上 PPT 一爆料没多久，大概隔了2.5小时，显然这个监控系统啊，网军很强大，马上就梗图出来了，错误讯息，请勿这个分享传播哦。那个屋顶是干嘛呢？一个新的形容词叫做屋顶遮蔽物，为防止阳光照射，这个叫做影响老人家生活的增设设施哦，所以是为了防止阳光照射的增设设施哦。那他们家样衣服就是违规违建，那他们这个赖副总统老家呢，就是防止阳光照射和新增设施，这真的是新名词啦。因为违建就违建，有没有添加的新增的建图史照之外的使用嘛？那过去讲啊，不是自导自演，是反串留言啊，不是盖牌是校正回归啊，不是抄袭是抄录等等，这太多了。所创的名词果然又来了吗？结果没多久，新北地市政府就出来讲话了，证实这的确是违建。因为这个建地上面根据所有的资料去核查呀，建物是没有登记的，也没有合法房屋认定记录，表示这个地段是山坡地保护区，是矿业用地，根本不能够盖房子，所以它已经属于违建。进一步认定属于认定用途确认后，依区域计划法开罚，新北市地政局公开的说明。那么民党发言人跳出来说的是什么？这个房屋不是赖清德所有啊，后续会配合新北市府相关单位处理。柯妈妈他们家也不是啊，爸爸妈妈住的嘛，所以被说是不是有业力引爆，这网络用语啦，引爆回到赖清德身上嘛？看民调数字是根据 TBS 最新所做出来的民调，也是在这个第4咖细卡都的第4位郭董加入之后的宣布之后的民调数字，赖清德支持度上面下滑了7个百分比，柯文哲虽然也下滑了5个百分比，侯友也下滑了3个百分比，但是这个领先趋势梯队目前还是这样的哦。所以呢，是不是跟哪些事情有关？大家讨论啊，是因为郭董加入，还是因为例如像有谢长廷帮忙助选啊？他说微量放射性元素对健康有益，当大家担心核废水排入海里，我们的海鲜健不健康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或者是我们缺蛋的时候啊，政府花了大钱去补助，却有超市用1000块就可以获得50万资本额去获得6亿的生意啊，等等，或者是云豹小公主吗？她更是厉害了，光电滤晶这个议题，民进党的负面声量10天爆冲了20万笔哦。所以呢，当青绿的旅美教授，他是不是个教授？大家还有很多的争议，去指控美国大联盟介入台湾政争，对我们的球场人家所做出来的评比呢，那还要去黑人家美国大联盟的时候，是不是这些事情反而让赖清德的声量或支持度下降了呢？其中，比方说侧翼围攻的非常厉害嘛，不只是网络上留言之外，一些 YouTuber 也被攻击了。这个小刘医师啊，就直接去攻击许博减脂这个合体，蒋万安去宣传，因为他也在高雄寿山动物园也去宣传啦，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宣传啦，但是就立刻哇，只要跟国民党相关的政治人物站在一起就是不行，立刻就去抨击人家哦。所以像这样的回力标是不是会转不停？赖清德说准备好了。今天上午有非常盛大阵容盛大的这个记者会宣布，还有国政团队了。潘文安甚至说，不管几组参选，就是说不管你们在野党多少人参选啦，稳健的团队已经做好执政准备，是说躺着选了吗？而赖清德已经是执政党副总统3年了，大家问说，当了这么久的政务官执政了这段时间还没准备好嘛？现在才准备好嘛？还有一个人回来了，他叫陈时中。刚我们这些名词很多新颖的名词，都是他创下的。他现在回来了，他现在挺谁？他说他挺
高嘉瑜，因为他是民进党支持提名的候选人，当然要支持他呀。但没有忘记吴欣岱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啊，也是说支持吴欣岱啊。激进党不是自己党内的，现在是被抛弃了吗？不知道啊。到底高嘉瑜选情，当然现在也相当不妙。民进党到底怎么因应，也是后续可以观察。那现在被说他话要争取不分区立委吗？他的回应是，党部会针对不分区有最适当的安排。现在要辅选总统区域立委哦，个人不考虑这些事情，一切交由党安排，一样嘛。就好像当时要参选台北市长有没有？他说我个人不考虑啊，交由党安排，就是你们安排好了，我去就好了嘛，是这个概念嘛？彬哥你怎么看最新像这些在侧翼攻击的方式到底对赖清德是加分还是减分？其实我一直怀疑四叉猫是不是卧底，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他原来这个布局布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要把赖清德这个最大的违建把它弄出来，因为人家是个铁皮屋，你是一整栋，然后民进党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他那个专区据说叫辟谣专区啊，可是现在大家都说你是造谣专区，因为每次他讲的东西都是错的，都是鬼扯。然后更好笑的就是，你们自己要去查这个东西哦，人家都已经攻击你了，就你还乱查一通，说什么啊？这有建造，请问一下建造在哪里拿出来啊？你不是说有吗？建造拿出来，不然的话你就是蓄意公然说谎啊。然后你知道民进党昨天讲最可笑的说，这个不是赖清德他们家族的，是他亲戚的。他亲戚是谁？就可以是谁？他儿子好远的亲戚啊！这明明就是你给你儿子的，你在讲什么啦？他讲的亲戚好像很神秘，好像是很远的那种远房亲戚一样，根本就是你儿子啊！你到底在说什么？那儿子不是亲戚了，儿子当然不是亲戚，儿子是血亲啊，对啊，直系血所以亲。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这种瞎掰到太离谱的事情嘛？那现在这样被人家爆出来了，请问一下，你们要怎么解决？我告诉你，其实他们现在故意跟你讲说，一切等新北市政府来处理啊，不是的，因为新北市政府今天已经讲，虽然他已经认定这个是违建，可是呢，抱歉，是要中央矿务局来核可，因为那是矿业用地，所以那个管辖范围是矿务局的管辖范围。没有要挖矿就继续用吧，这样吗？矿务局就继续拖啊，搞不好矿务局最后理由是，他儿子可能天天在家挖矿啊。对不对？可能在玩比特币啊，就天天挖矿啊，所以那是矿业用地啊，搞不好就 OK 啊，我不晓得。反正这个就太难看了嘛，你们就喜欢搞这些东西。然后说昨天那个时候赖清德的东西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四叉猫打错了，为什么？因为你去打到一个老人家，而且说真的啦，顶楼的那个违建违不违法？违法。可是问题是台湾这种类似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然后你去打一个老人家，老人家要出来又哭了，我认为对柯 P 未必是失分的，搞不好很多人还觉得同情，对，还觉得同情，还觉得你欺负一个老人家。那更好笑的就是他们还栽赃，说他们旁边那个防火巷是他们故意用个铁门封起来，就那是邻居用的，跟他们也没关系。所以你看，他们就是为了栽赃，为了去抹黑对手，无所不用其极。那现在好了吧？你自己被人家抓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以赖清德过去的惯例，他绝对不会回应这个问题。装死就好了，他就装死啊，就让民进党就回问题啊。民进党向来都是这样，事情遇到他们就一定要转弯，不转弯他们好像活得不耐烦了，就是这么简单。那民进党这种猪队友非常多啊。谢长廷今天干了一件什么妙事，你知道？他被人家骂他满头包，还继续越挫越勇哦。他说：“这个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进日本的水产嘛，这样好了，以前日本的这些扇贝都是送到中国大陆去加工，那我们台湾来争取，我们来争取帮日本加工，然后把它外销到欧美去。你见鬼啦！现在欧美这些国家都在对日本的水产忐忑不安，当然很多都已经开始取消订单了，要不然就是采购量变少了。结果你叫我们台湾去接这个生意，你是生怕我们台湾亏不死啊？我觉得谢长廷这个人用心是恶毒，之前想要毒死台湾人毒不死，现在我毒不死你知道，我让你破产可以吧？不就这个意思吗？你到底在搞什么啦？你这个人到底在干嘛？脑袋在想什么？那赖品妤啊，或是什么小刘医生更不要讲，小刘医生他自己的一个粉专网页有50个管理者，你生意做这么大，好厉害哦！你到底做什么东西啦？你搞那么多人到底要干嘛？你不是网军吗？不是让人家觉得很好笑吗？可是问题回来了，就是因为在野自己不团结，然后现在还是一样啊，不管民进党做的再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搞再多，人家一样躺着选啊。那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人家这样躺着选吗？我说的就是你们3个了。哪3个大家自己已经很清楚了？你们3个不搞定这件事情吗？
然后一定要拱手让给别人吗？那如果是的话，就是你们3个一起对不起台湾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你们把好好的一个机会错失啊。然后陈时中这种根本不用讲，他就是想当不分区啦。所以为了一个不分区，要他干什么他都愿意干。可是问题是反过来说，吴欣岱就不见得愿意了。是，虽然激进党大家都说是小绿，而且基进党的张博洋之前不小心讲了民党2句，还被迫公开道歉。然后可是问题是，吴欣岱看起来是骨头比张博洋硬一点的。吴欣岱，我支持你，用力选下去，跟高嘉瑜拼个输赢。哎，我帮忙澄清一下，就是说赖清德有反驳，是民进党反驳的，说那个万里老家哦，房子呢不是赖清德所有，然后建物不是赖清德儿子，是土地是赖清德儿子啊，对啊，对，那个建物根本连个建造没有，就是个无主建筑啊。是，因为善尽帮忙说明资讯之责哈。委员怎么看呢？真的躺着选吗？其实民调数字也是会被冲击的，有这么多人才济济来帮忙。的确啦，这个如果以这个 TVBS 刚出炉的民调，赖清德是当选的，因为他民调最高嘛，而且跟第2名的柯文哲有高达7% 的差距。所以刚才韩冰兄骂得很好啊，你们3只小猪不合作哈，不搞出一组来啊，都对不起台湾人民。我觉得这个句话是讲对了啊，希望他们3只小猪哈，那个猪心要能够听得懂哈。猪心对哈，人家那个这个陈时中哦都会讲说，哎呀，不要让国民党躺着选哈。那为什么要让民进党躺着选？我们先问这个问题嘛哈。这个问题是大哉问。那如果他们3个人哦不愿意达成一组的合作的话，那哎呀，也不用替他们担心了哈，他会被人家唾弃的哈。至于这个打这个违建问题啊，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经被打过家里有违建的问题，那看每一个人的反应怎么样子。我不晓得赖清德这么鲁落脚不回应成这样子，而且你打柯文哲、柯妈妈这一点都不严重，为什么一点不严重？大家忘了吗？有一个人叫陈水扁，听过没有？他在台北市长任内，1994年12月31号以前的这种加盖的违建，一律特赦，一律不拆除。不是民进党立下规范，后来很多县市都跟进了吗？就地合法。对。那个是只有那个房子本体没有动啊，临时加盖的或者等等，这是1994年12月30号。那柯妈妈这个所谓的晒衣架的晒衣场，它根本比1994年12月30号还要早了。那民进党们拿出来讲，还是你们就忘了阿扁的这个伟大的命令，全台湾一概遵行啊？你立法院通过了法律，全台湾未必会遵行哦。陈水扁下的行政命令，全台湾都遵行哦。那你打人家这有什么意思啊？那个是等同合法，是吧？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没有改变哦，没有改变哦啊！所以你打一个等同合法的东西有什么意义？那你赖清德自己的老家更奇怪，房子是你这个儿子，土地是你儿子的，那请问房子谁盖的？还真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真相。没有敢讲嘛，就是你赖清德盖的，因为你爸爸给儿子嘛，对不对？不然是谁嘛？就是你赖清德盖，或者你赖清德的爸爸盖的嘛？难道还你赖清德爷爷不成啊？那个房子。而且简单讲哦，就盖在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它根本就是房子本体是不合法的，那个地方是不能盖房子的。没错。那你儿子要不要去拆？你是地主啊。那个柯妈妈只要拆屋顶上面的违建，她是整栋都要拆，连拆都不用拆。根据陈水扁的特赦令，1994年12月30日，连拆都不用拆，这有什么好骂的呢？难道你把陈水扁都忘光了吗？那这个整栋都要拆了？把整栋当然都要，立刻就拆啊！开罚单，慢慢罚。对啊，还解释成什么阳光照射保护老年人，这什么个歪论啊！你刚才说这是博物馆好了吧？矿业博物馆那可以了吧？防晒设施，防晒设施，才是太荒唐了哈！没有错啦，云豹小公主这个事情啊，台湾的年轻人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汐止啊，影响更大哦，所以。汐止的时候，这个选情应该会发生变化。那这么多的关注哈，那只能怪哈他自己哈，这个偷吃东西也没有插嘴哈，或者没有偷偷躲在门后面吃，吃完了还跑出来大街喊，讲那种脏话骂人，那当然会更惨了。这个翁达瑞不是本名，我们要评论他吗？他的名字叫陈什么粪哈。不是粪便的粪，另外一个粪哈，陈什么粪哈？他怎么会指控美国大联盟呢？美国大联盟跟这选举有什么关系啊？美国大联盟就是基于他的专业说，你新竹棒球场有没有符合这种可以举办国际
级的这种棒球比赛的标准而已啊。那这些人，那当然小刘医师我没听过，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了哈，这个实在太怪。那我看到那个赖清德跟潘孟安那个快乐的样子哈，哎呀，所以我还要再骂三思小猪哈。你们到时候什么时候让我们放下心了哈？你3个人就抽签吧，好不好？哈，抽签。现在只能这样子啊，那不然怎么办呢？杨世良就这样说，抽签。对啊，这乱来，真是。那这没办法的办法了，对哈，3个都想要争第一嘛，好不好？再给你一个10天啊，半个月底争看吧，不行了就抽签吧。抽签谁赢谁当是不是？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每一次到选举啊，这个绿营的，不管是他埋伏的、潜伏的，或者是长期是绿营的，他们老是去攻击候选人的家属，尤其对于老爸爸、老妈妈不放过，抄家呀，去抄家灭族这种动作啊，其实坦白说，台湾人的厚道是不会接受的。一般来讲是看着会很讨厌，尤其是我想很多阿公阿嬷哈，或者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或甚至很多年轻人看到说完成这个样子看不下去，那种感觉会厌恶讨厌啊那种感觉。结果呢反作用力打到赖清德，结果赖清德更糟糕啊，他本身的亲戚儿子变亲戚了，为了政治儿子可以变亲戚不简单的哦。那么这样的一个为了政治儿子可以变亲戚的这样的一个人，要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坦白说，我们内心里面就忐忑不安了。好，那结果反作用力打到自己身上，打到自己身上以后，还可以变成一个违章建筑物，可以变成遮太阳的。哇，这个台北可以创很多违章建筑，大家可以拼命盖了啊！观众朋友们，能盖尽量盖，都是遮太阳，好，因为遮阳光。这个好像说这个不能宣传，所以帮忙上一下警语，没有？好，不能宣传就是不能够学民进党的样子啊。所以因为你会被查，你没有党证啊。我没有党证，我也没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哦。我也没有。那有党证以后才来盖吧？有没党证以后就没办法。但是我也不会为了要盖去加入那个党嘛哈。但是那个党就变成又开始让人家感觉很讨厌的那个党。就是全民最大党，就是全民最讨厌的那个党，我觉得又来了，那种感觉真的又来了。所以我觉得 TVBS 反应很灵敏啊，他已经把台湾选民的那种全民最讨厌的那个党，就是民进党，下架民进党，变成台湾人的最大的心声，那个心声跑出来的。为什么？赖清德回到3成了，基本盘没了，就是3成，所以有6、7成的已经不会把票给民进党。好，那现在刚刚这个郑元兄说抽签啦，我不要了，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啦。我是主张这样子啦，我是主张我们非绿的选民自己要痛下一个决心，在选前最后民调封关的那一天，把所有的民调第2名的把票都给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柯文哲的概念，对，不管他是柯文哲也好，不管他是侯友宜也好。只要他是第2名，我们把票都给他，保证可以下架民进党，不会让赖清德躺着选。他们今天笑得灿烂，明天就是明年1月13号投票的时候，让他笑不出来，然后让他含泪说我会再回来啊！我觉得我们要让他我会再回来。就是3只小猪，你也看。所以说也很难合作，干脆选民弃保嘛哈。